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傻皮，今天来讲一只做肉喷火龙的故事。这节一开始，小紫因为自己最喜爱的棒球队伍电击兽队连输5场比赛而闷闷不乐。队中明星投手刚志又因为肩膀受伤而无法投球，需要休养。电击兽队简直连一点希望之光都看不到了。此时，小紫看到一只正在逃跑喷火龙，后面有一大一小2个男的在后面追着他。在小紫的人事字典里没有逃跑2字，于是他派出大菊花、大针锋和电击兽想阻拦。谁知那喷火龙根本不看前方，只管跑路，一下子就把3只宝梦给撞开了，眼看就要撞上小紫。这时后面的高个男子突然扑过来保护住了他。原来这个喷火龙是后面那个小男孩勘太的。这喷火龙的名字叫做敦，而这位救人的男子恰好就是电击兽队的明星投手刚志。刚志在休养期间回爸爸的保姆培育屋帮忙，正好遇到勘太委托培育屋帮忙照顾敦。敦好像因为什么事情导致性格有点胆怯，使不出喷射火焰，而且不会飞。喷火龙不会喷火，不会飞，就好像棒球打手没有球棒一样，这也正是勘太委托的原因。刚志虽然想帮忙，但是却失败了。小紫知情后决定帮助敦。随着一阵火热的应援，但刚志还是啥都不会，看来只能从长计议了。刚志邀请小紫到他家里过夜，小紫也欣然接受。在刚志家里，小紫得知刚志伤实际上早就已经好了，但是他却失去了自信。他觉得自己在受伤之后已经不可能做到比之前好了。而刚志爸爸让他训练敦，也是希望他能在帮助敦的同时，自己也能找回自信。在了解情况后，小紫接受刚志爸的请求，愿意帮助刚志。第二天，小紫主动担任敦的教练，并要求刚志也一同参加训练。在小紫一次又一次的让敦跳跃的练习中，刚志逐渐想起了肩伤刚恢复时的自己。在斗志训练结束后，教练小紫宣布进行对战训练，但刚志却认为现在让敦进行战斗还是太勉强了。接下来就是敦与刚志的爸爸电龙的对战，毫无疑问的敦败下阵来。谁知道小紫非但没有安慰敦，反而责怪他懦弱。刚志看不下去了，他觉得小紫的方法有问题，并主动要求训练敦。小紫当即数落刚志，明明肩伤好了却不归队，你没有资格当敦的教练。刚志一听就急了，表示如果自己教会他飞和喷射火焰，自己就不是男人。小紫这招激将法果然有用，刚志带着敦一路跑到悬崖边，然后他鼓励敦飞过悬崖。飞在空中的敦看到对岸的瀑布，突然就害怕起来，掉落山崖。还有岩壁上有一个树枝，能让敦挂在上面。刚志正准备去救敦，却自身难保，他站的那块岩石陷落，自己也掉下山崖。这边迟不见刚志和敦归来的小紫等人，想他们可能遇到了麻烦事，决定出发寻找他们。终于小紫发现了落在半山腰的刚志，还好他安然无事。小紫不顾刚志的劝说，依然攀山要救刚志，却被狂风吹落。救人心切刚志在那一刻找回了自信，他把绳子投向小紫，并让他抓住，燃起咒的刚志就这样拉起小紫，然后背上他朝上攀爬。看到不放弃的刚志的敦似乎也感受到了他的那份斗志，可是因为下雨，岩土松动，刚志为躲避岩石一脚踩空，和小紫一起跌进河里。这可把一旁趴着树的敦急坏了，只见他怒吼一声，竟是腾空而起。敦不光会飞了，他还不惧怕河水，一头钻入水中，成功救下刚志与小紫。连敦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学会飞，也学会了喷射火焰。敦终于找回了自信，而同样恢复了自信刚志也发挥出了自己真正实力，带领电击兽队获得了10连胜。小紫坐在看台上非常高兴，看来他俩有戏呢。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